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欢迎回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V On The Go、GM 和 MM 的对比评测。LV On The Go Tote 自从推出以来就非常火，很多潮人明星几乎是人手一个。On The Go Tote 最先推出的是我左手这个 GM size， 前不久呢，它又推出了这个中号 MM size， 我两个尺寸都买了。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评测和分享。首先来看设计吧 ，GM 和 MM 最大区别就是尺寸，它们的设计结构几乎是一样的。那我就以 GM 为例，给大家看一下设计吧。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前面是这样的，这是它的侧面，这是它的背面。我这个 GM 的颜色比较特殊，它是由4种颜色拼接出来的。那实际上 LV On The Go Tote 最经典呢是像我手上这个 MM 这种花纹，深棕色和浅棕色拼接而成的。On The Go Tote 我觉得最好看就是它的老花设计，它是由这种 Giant Monogram 和普通的 Monogram 拼接而成的。我选的这个 GM 是他们去年春夏的限量款，我非常喜欢这个五彩的颜色，让我的整个心情都非常好。它是由红色、黄色、粉色和橘色拼接而成的。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很花哨，可能有人觉得不太好搭配，但实际上它搭配起来非常的出彩。比如像我平常喜欢穿中性色的衣服，搭配这个亮色的包包就非常抬气色。LV 每年都会出各种限量的颜色像这种老花和反老花拼接的属于它的常规颜色。无论你选择限量色或者这个经典的老花颜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它的结构真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open tote， 它上面有2个比较硬的手柄，开口是这样的，没有拉链，上面有一个扣环，你可以把这个扣环扣上，增加安全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反而不太方便使用，所以我一般都是让它敞开着用。里面的内衬是布的，我这个限量款里面的内衬是粉色的。经典的老花款式呢，里边的内衬是大红色。里边的结构也很简单，它里面有一个带拉链的内袋，还有2个小的口袋。给大家看一下中号，设计也是一样的，有一个带拉链的口袋和2个小内袋。那相应来说，这些口袋的比例就会比 GM size 的比例要小一些了。那 On The Go Tote 我比较喜欢的呢是，它除了有这个短的肩带，还有一个长的肩带。那你平时呢，如果手提比较累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肩背。LV On The Go Tote 用的是比较厚的帆布，所以它能保持硬挺的形状。那相应来说呢，它的自重也会比 Neverfull 要重一些。给大家看一下底部，是没有任何的金属装饰的。LV On The Go 呢，经过了几代的演变，现在的 On The Go 跟之前出的 On The Go 有一些区别。像我这个 GM 就是去年春夏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边是有一个游边的设计，而这个 MM 的设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就没有一个黑色的游边了。那这2个游边在使用上面，其实我是感觉不到有任何区别的。那因为这2个包我都用的不是特别久，所以在耐磨性上我会再用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更新。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吧。首先来看尺寸，可以看到它的长和高有明显的区别，厚度也有一些区别。手柄的长度 MM 会稍微短一些，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肩带长度 ，MM 的肩带长度会短很多。那我看很多人评论说 MM 的肩带会不会太短，不太舒服。那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它背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给大家看一下，当然这个 GM 你的手就可以放到这里会比较舒服 ，MM 呢可能你的手就没办法像这样放着，只能垂下来。但是因为 MM 的个头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背起来也不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是 GM， 这个是 MM。既然说到尺寸，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当下最火的 Dior Book Tote 和 LV On The Go GM，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尺寸其实是差不多的。On The Go GM 会矮一点点，长度会短一点点，厚度呢迪奥会窄一些，手柄的长度呢 LV 会短一些，迪奥的手柄会长一些。如果你的胳膊够细的话，其实可以像这样背 Dior Book Tote。这2个包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 Dior 的就是这样一个帆布袋，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内衬和口袋。LV 呢，相比之下它就稍微复杂一些，有一些小口袋，可以方便你放一些零碎的东西。自重来讲，迪奥肯定比 LV 这一款要轻一些。好了，关于 Dior Book Tote，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给大家出一期评测视频。好，下面来对比一下它们的重量吧，1.01公斤。0.825公斤，那可以看到 确实比 GM 要轻。好了，下面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GM 和 的容量吧。我手上一个是15英寸的 MacBook Pro， 一个是13英寸的 MacBook Pro。看一下这两个包能不能装下它们。首先来看15英寸的 MacBook Pro， 这个是 我试图装一下。15英寸的电脑装上去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包的形状就会撑得很难看了。所以如果你硬撑呢，还是勉强可以，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如果是把它这样竖着放是没有问题的。那再看一下 GM， 装下这个电脑是轻轻松松的，而且包身也没有变形，电脑是平放在包里的。所以如果你要装15英寸的电脑，那当然是果断选择 GM 了。那13英寸的装进 GM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一下它是不是能装到 里面呢？这样斜着是没有问题的，包身也没有太大的变形。好了，我现在试着把它平放，就是这样的。那平放呢，侧面就会鼓出来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是不会影响它包身整个的形状的。所以如果你有13英寸的电脑的话，选择 或者 GM 都可以。下面一个区别呢，就是价格 ，GM 价格会比 价格贵一点，好像是$100多吧，其实差价并不是太多。好，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下优缺点吧。那优点呢，就是这个包非常的硬挺有型。如果你在包里面放一些 organizer 的话，那你的物品就会放得整整有齐。第二个优点就是它容量比较大，那像 都能装下13寸的电脑 ，GM 就更不用说了。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设计非常的时尚和独特。那我觉得 LV 的 Neverfull 虽然是经典款，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烂大街。LV 的 On The Go 因为有这种大老花和普通老花的拼接，显得非常的年轻和时尚。下面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多种背法，它可以手拎着，也可以像这样提着，不管从实用的角度还是从搭配的角度，都是一个加分项。下面说缺点吧，第一就是它的自重，因为它是这个比较厚重的 canvas 做成的，所以它自重稍微来说会比较重。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大包，1公斤重的重量真的不算是很重了。像香奈儿随随便便一个小包，比如说 The Boy 和 Gabrielle 都要差不多800多克，这1公斤的重量真的是不算什么。我个人呢其实是非常不喜欢重的包，但因为这款包呢有一个长长的肩带，所以当我背在肩上的时候，我其实是感觉不到它有很重的。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没有拉链，这个开口就是这样敞着的。对于这个问题呢，在我之前的视频已经提到很多次了。我一般是会用一条轻薄的丝巾盖在上面，这样就会防止物品掉出来了。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包身比较硬挺，所以你走在街上，如果人多的话，这个硬挺的包身可能会容易撞到人。这个在 GM 的身上会比较明显，因为个头比较小，所以撞到人的机会会小一些。好，最后回到我们终极问题，到底是选择 GM 呢，还是 呢？那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讲，GM 更多的是在旅行的时候使用，因为它的容量实在是太大了。呢，我更多是通勤日常使用，因为它尺寸毕竟还是比较小的。如果你是小个子的女生的话，GM 尺寸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太大，反而压个子。那我的身高是1.65米，我背 GM 或者是 都没有问题。所以最后选择是 GM 还是 我觉得是跟你的身高、日常带的东西、使用习惯有关系的。那像我个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包款，所以 GM 和 我都入了，我都非常喜欢。好了，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上身效果吧。好了，以上就是 LV On The Go GM 和的对比评测。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视频。如果你喜欢它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包包视频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